看懂王家卫的一代宗师，重點是理解梁朝偉飾演的葉問說的這句話。唔好話俾我聽你有幾咁打得，師傅有幾巴閉，門派有幾咁深奧，企得翻喺度嗰先係啱晒，係咪咁話？一橫一豎，葉問在電影的開頭和結尾說了2次，語氣和心境完全不一樣。小生在下認為這一橫一豎之間有3層境界。其實謎底就在謎面上，所謂萬法歸宗，這3層境界就是章子怡飾演的宮二小姐宮若梅在片尾所說的，習武之人有3個階段，見自己、見天地、見眾生。第一層境界是見自己，自己的一橫一豎，正如葉問的獨白，橫着就是躺下，也就是被打敗的人；豎着是站着的人，也就是勝利者。橫豎無非勝敗，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。習武之人比試武術，沒有平手，不管是明槍還是暗箭，必須要分輸贏。開場3分鐘動作戲，一群黑衣人圍攻一個主角，熟悉動作電影的都能看出來，武術指導袁和平的經典動作設計。這一次，袁八爺把招式設計得更細膩、更冷峻，抹去了《駭客帝國》和功夫中的一些娛樂成分。特別是伴隨打鬥的雨水升格鏡頭，展現詠春的剛柔並濟，還有葉問從頭到尾沒有掉落的禮貌，是為之後葉問在香港開武館教徒埋下伏筆，同時帶出葉問人設，他是宗師，不是打手，所以跌打正骨、內功點穴、五馬遮頭、舞龍舞獅這些街頭混混賣弄的東西一概不教，就因為一點有失斯文。跳出來的這個劇本中的名字是鐵鞋七，多次給鞋子的特寫以及音效，鞋頭是包鐵的，所以這一腳可以把石碑踢碎。這個演員是美籍越南裔武行，叫黎烈公，也叫康李，兒時因為越戰舉家搬到美國，從小學跆拳道，後來練摔跤，是1989年全美 AAU 摔跤大賽冠軍。這裡與葉問對打的套路有很多腿上招式都是衍生自跆拳道，而葉問以柔克剛，最後這一腳是點到為止，表明勝負已分。可惜啊，越南仔不服啊，還要硬上，那沒辦法，只能你橫我豎。這時候的葉問還是年輕氣盛一些的，因為一代宗師有2013年2D 版和2015年3D 終極版，這裡小生以3D 版為主線來解讀，穿插2D 版，因為3D 終極版劇情更清晰易懂。比如開篇動作戲之後，王慶祥飾演的宮保森旁觀這場戲就是 2D 版沒有的，一旁介紹葉問的是徐錦江飾演的兩廣國術館熊委員。2D 原版中，徐錦江連這句唯一的台詞都被刪了。至此，一橫一豎的第2層境界見天地，這是宮保森的境界。天地也就是民國的武林，天地間的一橫一豎，豎着的是門派，是規矩，各門各派都有自己不同的門規，武林的規矩不能亂，而橫着的是家國天下和江湖人心。用宮保森的話說，也就是他手裡的一塊餅。權有南北，國有南北吧。當時的兩廣在鬧聯省自治南北分家，宮保森為了武林的團結，從東北來到廣東，名為隱退，其實是尋找一個南方武術界的高人搭手，繼續來維護中華武術界的統一，從而防止國家的分裂。但整個南越武術界的境界還是停在了第1層勝負的層面，認為他要一人獨攬南北武林的大權。宮保森想用一己之力改變戍在那裡幾百年的老規矩，北拳南下，南拳北傳，但整個武林江湖，包括自己的女兒宮若梅，都還沒有放下門派之見和勝負之分。民國政府和日本軍方也在滲透武術界，利用武林人士達成各自目的，一橫一豎天地間，宮保森豎起的武學理想終究要在動盪的時代中淹沒。國家危難存亡之際，也終有人要掰開橫在他手裡也橫在世人心中的這塊餅。葉先生，你能掰開我手中的這塊餅嗎？